国城那场呢？他就当健身了，健身，因为他很轻，那场戏又是刚恢复，需要表现得很累，但其实没有感觉，完全轻轻松松，是不是？真的没有感觉。那条拍了多久？可以2个手。对，就是这样，直接递削的手指头，就这样。现场有没有试一试？对，没有。拍摄的时候，其实大家还是挺认真的去把这个完成掉。然后刚才就突然脑洞开，我说应该这样的。对，哎，那当时拍那个的时候，比如说有小失误啊什么的，怎么会有失误？那是对我健身能力是不是？是我的能力，核心力量超稳。接到这个角色的时候，我就去看了韦唯老师的小说。严拓是一个生活在狼窝里面长大的孩子，没有人为他，没有人想过他，所以我就觉得这一点其实还挺让我难受的。最后有一束光打在他身上，顺着那一束唯一的光走下去，的确是挺恐怖的。虽然你知道你是在拍戏，但是那个水吧，它到我这儿的时候，我就觉得呼吸困难了。真实的我本人就会觉得呼吸很困难。从一个完全不知道，就是一个正常的情况，然后陷入到一个绝望，在绝望中像抓住一个火苗一样护着他前进。私闯民宅，判几年？反正比故意伤人判得轻。正当防卫，没得判。欢迎我们的老朋友，还有我们的新朋友。大家好，我是第一次的新朋友陈星旭。大家好，我是迪丽热巴。风刀上线，对，欢迎大家入戏。两位再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的角色是怎样的呢？聂九罗呢，他是一个有双面人生的一个角色。他第一面他是一个艺术家，那另外一面呢就是风刀，消灭这些不是人也不是鬼的一些物体，还挺有挑战性的。你作为一个雕塑家，你拿着刀跟你要去杀枭拿着刀的这个2个的表演方式，还挺让我去琢磨了一阵儿。所以当时想就是琢磨这过程中是怎么样去找准这种不同的反差感呢？接到这个角色的时候，我就去看了韦唯老师的这个小说，然后拿到剧本之后呢，也有跟导演去沟通，作为一个清冷的一个雕塑家，他该怎么去表现，拿刀的那些方式跟他去杀地枭的方式又会有什么不一样。剧中其实有很多不一样的这种打戏造型，你自己最喜欢哪一套呢？我比较喜欢他轻轻松松穿着舒服的衣服的时候，这个也是我对于聂九罗这个人物比较心疼的一点吧。那你要说打戏的话，那我觉得就简单干脆的黑裤子加马尾辫最方便，特别飒，而且马尾辫还能抽人呢。还能抽人也是一个武器。对，你刚刚说到特别心疼他，最心疼他的点在哪呢？爸爸是因为妈妈离开的，但是妈妈呢是又为了天下苍生太平离开的，没有人为他，没有人想过他，所以我就觉得这一点其实还挺让我难受的。我想到聂九罗的身世啊，我知道你们很爱我，但是没有一个人为我留下，所以也能明白为什么聂九罗一开始的时候就说他不干了，他不当缝刀了，也是因为他会回到他父母给他的那种回忆，也会陷入进去，因为他妈妈就是做这个的。是的。反而他做一个艺术家的时候，他会有笑容，他会跟他经纪人去聊天，会开玩笑。这次的主题叫原谅，它叫原谅鸭。谁会买？那你让我出新皮肤，我也出了，至于你怎么卖，那是你的事儿。哦，那你要这么说的话，现在看他越来越顺眼了。所以我觉得不要让他背负太多，是我想让聂九罗可以休息一下的一个想法吧。星旭这次其实演的角色就是人前贵公子，然后人后复仇者，他身上其实有很强的这种撕裂感。那你觉得在塑造过程中自己有什么不一样的突破吗？严拓是一个生活在狼窝里面长大的孩子，当他发现自己身边好像不完全都是人的时候，他其实很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办。当他又了解到其实自己亲生父母的死因也跟这些怪物有关的时候，他其实是绝望的。他凭一个普通人没有办法去对抗这么强大的生物。当他遇到了聂九罗之后，像是照进了严拓心里的一束光一样。这次也是第一次尝试颓丧那种造型，是不是？但是热巴看完那个造型什么感觉？他还没认出来我，对，完全没有。第一次见他是他在那个车后座，然后我说了一句话。对，然后我说谁呀？我说这啊，这谁啊？我就说，我忘了当时具体说什么了，我就你应该是在问导演什么话。对，然后他说，哎呦，后面
就完全没认出这个心绪是对吗？，因为我那头发全都是盖住的，胡子也很厚。从外形上来讲，就是粘那个胡子让我觉得很突破，很难受。粘胡子是个很痛苦的事情，因为我觉得严拓这个角色从表演上来讲，他是一个需要很多过程的人，经历很多阶段，从一个完全不知道就是一个正常的情况，然后陷入到一个绝望，在绝望中像抓住一个火苗一样护着他前进，最后有一束光打在他身上，顺着那一束唯一的光走下去，真的是一个互相携手、互相救赎的一个救赎过程。。对，他们俩互相吸引对方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其实最开始他们是一个对对方其实是不信任的一个状态嘛，慢慢走进对方、信任对方的原因是什么？我救过他，他也救过我，大家都在生死关头的时候出现在对方的世界里，去拯救到对方。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我认为聂九罗和严拓一点一点能够靠近原因。当然还有一个就是两个人都共同的目标，共同的目标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内心其实是一样的，是很像的两个人，很像的人，所以可能会在这个点上才会让他们在后面的那些时间里进展的会很快，然后相处的也特别的好，差不多的一样的身世经历，然后也有一样的童年创伤，这些可能互相也很懂对方。因为大家都失去过，所以会更懂得要珍惜对方。打开了自己。原著里面有很多名场面情节嘛，初相遇回眸，还有浴袍打戏，还有俯卧撑这些，能不能分享一下当时拍这些名场面的时候一些幕后呢？浴袍打戏就是我们俩那场打戏拍了挺久真的拍了挺久，因为它需要设计动作，初相遇嘛，比较激烈又试探，更多的是要好看，要更美感一些。我就觉得哇，好惊艳，那个一下子抓到了。有一些网友们，他们也有去翻拍，也看到了一些有意思的，很有意思，真的很有意思。俯卧撑那场呢？他就当健身了，健身，因为他很轻，那场戏又是刚恢复，需要表现得很累，但其实没有感觉，完全轻轻松松，是不是？真的没有感觉。那条拍了甚至可以多久？两个手。对，就是这样，直接地削的手指头，就这样。现场有没有试一试？对，没有。拍摄的时候，其实大家还是挺认真的去把这个完成掉。然后刚才就突然脑洞开，我说应该这样的。对，哎，那当时拍那个的时候，比如说有小失误啊什么的，怎么会有失误？那是对我健身能力是不是？对我的能力。核心力量超稳。热巴这个角色非常有力量，而且很有女性爽感嘛。你觉得她具有怎样的成长呢？就在整个过程中，因为刚才有讲聂九罗的这个身世背景，他会把风刀当做一个比较排斥的东西。就为什么我一定要去做这件事情呢？我为什么一定要继承这个东西呢？它虽然在我的血液里，但是我不一定非要去做，所以他会对抗。但是后来直到遇到了严拓，遇到了所有需要去帮助的人，需要去消灭的枭，所以我觉得他从小被困在小时候的那个样子里的小孩，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大人，顾全大局的去做一些决定。我觉得这个成长应该也是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吧。两位这次剧中其实也有很多打戏，包括水下戏嘛。你们觉得拍摄下来最艰难的一场是什么呢？我感觉这次难度真的很大。我觉得有两场对我来说是比较大的，然后挑战也比较多的，就是船场的是一个，拍了好几天，大概有半个月，而且它是真的一个2艘大船，还有一些来回横跳的在那个船上。这部分的打戏也是聂九罗看到地枭的第一场特别大的打戏，人形地枭的，所以这场戏我印象比较深刻。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水下的戏，的确是挺恐怖的。虽然你知道你是在拍戏，但是那个水吧，它到我这儿的时候，我就觉得呼吸困难了，是真实的，我本人就会觉得呼吸很困难，就一直在这样大喘气，而且我确实也要表演的，也很害怕。虽然我内心跟我的这个外在我要演的东西统一了，但是我还是没有办法接受脚挨不着地，所以就很难受。我觉得这2场戏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人自然的一个生理反应，你会害怕。对，而且你上面有那个车顶，我就很想赶紧上去，就很难受。我觉得这2场戏还挑战挺大的，也让我印象深刻，就感觉好像昨天才拍完那场水下的戏，到现在都还记忆深刻。对，因为它是密闭的，它没有办法说我不行了，我可以出来去呼吸。但是因为它是整个车沉进去，它又坐在里面，我是要闭口气，然后整个车沉下去之后，我出来砸这个后面车门，然后把它拉出来。这次对于热巴来说，我觉得这个题材首先是第一次接触嘛，包括聂九罗这样的人设，你觉得整个拍下来和以往拍摄有什么不一样的体验吗？整个拍下来的感觉，因为是纯靠想象，我们并没有枭的样子，就只能是去想象他应该是个什么样，他应该会怎么发动攻击。我觉得这一点和以前不太一样。所以拍这个的时候，其实也
是一些无实物的表演？大多数其实是无实物的，然后也有一些小绿人，对，吴老师穿小绿人儿，但是他达不到那个高度，地枭是比我们高大的，所以你要去想象。新旭这次为了拍这个打戏，有什么提前的训练吗？我也跟导演聊，最开始我们设计打戏的时候，我也有威亚的动作，然后我就觉得我是一普通人，完全没有什么，只靠着训练的那种体能嘛，然后去跟怪物搏斗，所以其实打的要更加的近身一点，近身搏斗一点，所以我们就又改了一下风格，延拓的打戏来讲，更拳拳到肉那种感觉。对，尤其是我记得就是刚开始跟那个狗牙打的那场。最后再给我们安利一下我们骚气新氧吧。后面剧情越往后，其实也有很多很精彩的部分，因为现在只是抛出了一点点小小的鱼饵，可能在后面未来大家会看到更多你们想看到的，因为有喜欢稍微的凸脸突然出现的这种场面的朋友，也有一些喜欢比较浪漫的朋友呢，我觉得在骚气清壤里面它都有。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后面会有我觉得很多两个人有意思的故事啊，还有剧情，其实值得大家去期待。越到后面越精彩，一定要追到底。剧我们已经上线了嘛？两位有没有同步追剧呢？有，会在微博上或者说会在弹幕上去看到大家的一些评论和实时追剧的人他们的这个反馈，还有包括像粉丝的一些二创的一些视频，一些好玩的，包括最近这2天应该就是地枭是男朋友的理想型还是什么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其实完全没想到的，说实话，以为它会让大家觉得萌萌的，但是现在大家喜欢的点在于地枭，所以还挺意外的，也就会实时去看大家的评论吧。我也是很喜欢看这种快剪啊，看大家在网上发一些大家他们喜欢的这种点，更加理解观众的喜好，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需要做的事情。